要准备前往我们今天要下榻的5星级酒店。第一晚是住 Lily Hotel。在 Lily Hotel 住宿的经验呢，就是非常非常的赞。我们抵达了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宿，叫做 Club Serena。它在墨宝这个区域，然后它就是在海边，就是这么近。我们呢现在呢要去追沙丁鱼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呢又有一个 activity 了，我们要去做一个类似像溯溪，溯溪是往上，但是我们是往下走，有点像是瀑布垂降，可是我们没有要垂降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我们每一关卡呢都是用跳水的方式跳下去。这一次参加呢是 Dante's Peak， 我们要去 Alegria Park 玩这个东西，它英文叫做 Canyoneering， 然后他们这边的装备摆得非常非常整齐，那每个人呢也都会拿到一双这个玩水的鞋子，还有一瓶水，好可爱哦。它这里有置物箱，有 locker。我们从张贝那个地方呢开一小段路，大概5分钟的车，我们来到了这是 Alegria 的 tourism 的区域。那大家会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 briefing， 听完 briefing， 我们就要准备出发，然后我们会骑这个。我们应该不是说我们骑，我们会被载，而且是3贴。所以我们到 Alegria， 准备去玩 Canyoneering 了 ，Let's go。我们大概走了10分钟往下走的路，然后就会到第一个跳水的点。太快了吧！杀我一个措手不及，而且第一个就很高哎。哇哦，但是好漂亮哦，超美。第一个就3.5公尺，然后对面那个更高。他们说我们可以从这个比较矮的，但矮的这个就3.5，我真的是要发疯，突然有点后悔。Gary 要手跳了，加油！我要跳了。OK。One, two. Oh my god， 太高了啦！加油加油 OK， ！One, two, three, go! One, two, three, go! 喜欢跳水的人一定要来。这个呢比较浅一点点，下去的时候要记得缩脚。突然觉得2到3个小时好漫长。不会，我觉得蛮好玩，我喜欢这种很有那种冒险的感觉。如果你不敢跳的话呢，也可以用走的，教练就这样子走过去了。太冷了吧！好冷哦，是冷泉吧？我要溜滑梯啊！太美了吧！然后因为有穿救生衣，所以非常的安全，大家不用太紧张。我刚刚跳的这个就是这么高的，然后我们就发现旁边其实还有一条路比较矮，如果你不敢跳的话，所以他们这边其实都有 Plan B、Plan C， 你不敢跳的话也没关系。我们现在呢在洞穴里面，然后我们要去瀑布底下了。超漂亮，超级漂亮。其实
the last one? Yeah. Last one you Last, sure? yeah. Last one? Yeah. Okay. 1, 2. 1, 2, 3. 我们完成我们这一次的算是 Canyoneering 对，然后就一直跳水，一直从上游一直不断往下游。如果你想要学习跳水的，我就这里有东西。它有低的，它有高跳完的，它有可怕的。跳完你就会了。那如果你真的不跳，它还是可以绕。对，还是有旁边的路可以绕。我们都很喜欢这个行程，然后也推荐大家就是可以来这个地方的行程呢，算是比较简单的，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卡瓦桑 Falls 那边的 Canyoneering 是比较难的，它都是很高的，这样准备要开放了。我们也很推荐就是可以找 Dante's Peak， 因为他们的那个导游非常的很专业，非常非常专业，然后也照顾你的安全，重点是他还会帮你拍，他会运镜，对他还会运镜，很厉害，超推荐大家。我们现在完成了我们的那个 Canyoneering， 它这边的 package 就是有包含午餐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午餐有多丰盛。这边，但我们是3个人啦，所以这边的菜色其实是3人份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去卡瓦桑 Waterfall， 我们只会去看 Waterfall， 因为它才正要准备开，我们就是得到了一个 permission， 就让我们去看一下，因为他们下礼拜就要开了，封了5个月了，耶！我们现在到了卡瓦桑 Nature and Recreation Park， 我们要准备去看瀑布。现在这个桥呢是上个月新盖好的，他们关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台风，然后把这边就是破坏掉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，这就是旧的桥，整个破坏掉哎，好夸张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 First Level 卡瓦桑 Falls， 你大家看一下，超美，很美。第一个 waterfall 呢，它是14米高度，然后水深大概是7米。卡瓦桑 Falls 总共有3个，然后这个是第一个。那刚刚有询问 Dante's Peak 的老板娘，就问他说：“哎，这个水域安全吗？允许去游泳的吗？”他说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一定要穿救生衣。Second level。要准备回程，因为第3个呢更小，第一个是最大的，然后再来是第2个，再来是第3个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因为再往上走到第3个的话，还要再走10分钟，所以就想说算了。然后呢，这一间呢是 Dante's Peak 他们的餐厅。如果你是选卡瓦桑 Falls 的 Canyoneering 的话呢，你就会在这边用餐，看瀑布用餐，哎，好羡慕哦。我们现在呢要准备离开 Clubs Arena， 它是在墨宝周围的一间 resort。虽然说它离墨宝市区有一点距离，但我推荐给如果你不想要住在墨宝市区，因为墨宝那个区域真的蛮拥挤的，然后住宿品质也都没有办法到像这边这么好。今天就是真的有一种度假感，非常慵懒。以上这边我们 Clubs Arena Resort 这边推荐给大家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住一下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去住的饭店是。喜来登，完全忘记。OK， 我们出发。Welcome to Sheraton Bubaka Resort. Welcome drink. 我们现在来开箱我们这一次在喜来登住的房间，给大家看一下房间走进来的样子。哇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哇。这是户外的景色，接下来是浴室，有一个浴缸，然后呢，他们也是干湿分离。这边是洗澡的地方，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在乎的备品。这里是马桶、置物柜、保险柜、mini bar。最开心的事情是呢，进来之后，他本来桌上就有附一个小点心，然后呢，刚刚就有 room service 敲门，我们拿到了一盒，哇，这移动式的甜点店，哇，真的耶，超 sweet 耶，哇，很棒。
我们现在要来参加一个，就是在 Sheraton， 他们10月份呢会举办一个，就是叫 October Festival。那这个是德国来的一个 festival， 里面会有一些德国的表演跟啤酒。德国原地啤酒。出发！大家早安，现在我们在喜来登的早餐，也一样有各种的国家食物，然后熟食、冷食都有。吃饭吃到一半，很像外卖啊。对 ，Thank you， Welcome， Thank you. 豆腐、豆花。来哦，等一下很厉害哦。喂。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泳池，因为这个喜来登度假村里面呢，馆内设施就非常的多，蛮多的。对，然后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，就是今天有哪些活动可以参加。我们想要先去海边，然后等下再回来泳池。泳池有很多的像排球、篮球这些东西可以玩。它这个是要额外付费的，一个人的独木舟是450，2个人的话是600，然后透明独木舟的话是700，轻轻松松，对不对？松啊！哎呀，很美哎，这边有无边际泳池的感觉，不是啊，它本来就是海啊。我们现在在泳池，这边可以玩排球。不可能进啊！哇，好强啊！太强了吧！哇，真的。这边有小朋友戏水区，旁边还可以玩沙。假设你是住超过1个晚上的话呢，你中午想要吃饭的话呢，这边的餐厅呢，你也可以付钱来用餐，这样子，菜色非常的多。多的哦。我们现在来做 SPA 也是一样加价项目。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就是宿务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标，这边叫 Macton Shrine， 这边纪念宿务这边历史上很重要的2位人物。就是这一座雕像，这个人呢，他叫做拉普拉普。这个纪念的区域呢，它其实是在纪念，就是1521年的时候，4月27号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城市叫 Macton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西班牙人麦哲伦，然后他是代表葡萄牙来做一个探险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葡萄牙他们抵达到了菲律宾这个地方，然后他们希望 Macton 的这个地方的居民能够视他们的国王为王，所以他们就是不愿意去臣服于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发起了一个战争。那因为这个市的酋长拉普拉普成功率领了居民们，然后打赢了这场战役，对于菲律宾人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英雄的象征，就是因为毕竟以少击多嘛，也是他们成功第一次击退欧洲来的殖民者。现在呢要准备出境了。这个机场呢，它是属于那种度假式机场，那它的天花板呢是自然光，让你有一种就是去度假的感觉。那它这样子的设计呢，除了呼应在地的度假村，同时在机能上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，像是
它的那个造型呢，很像菲律宾的大型的原住民住宅这样，就是以高耸的屋顶跟低矮的屋檐为主。那除了可以抵御太阳热，还有眩光。从耐震的层面来看呢，最上面的结构也是比较轻量化，可以承受地震带来的影响。流线型的外形呢，也可以让这个建筑物呢有一个耐风的设计，可以抵抗台风。因为这个机场它就是有严格限制，如果你不是要飞的旅客的话，你是不能进来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机场其实非常的没有人。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出境喽。我们回程呢也是搭星宇航空，错，对，那准备出境。我们现在呢在免税商店的区域，然后我们这一次比较特别，我们终于要去贵宾室。来这个阿萨克牛，然后活到33岁第一次进贵宾室，这个活到39岁第一次进贵宾室。空间非常的大，而且很舒服。